就是一上来就用出18剑阵。你们，桃，本来只有我们2个人来的，可他们知道消息也偷偷出发了，来的不早不晚，正是时候。这次未听军令，头可不要怪我们。桃，放心一战，这里一切有我们。对，有我们。就凭你们，好！夜钟已明，此刻宵禁。今夜不会有他人来扰此战。天启的朱雀大街最是繁华光明，适合苏家主这样的暗河鬼葬身。多言！真是漂亮的一剑啊！听闻卓清公公曾只差半步之遥，便能跃入神游玄境。是。然后被李先生从头顶打了一掌，便跌入了大逍遥之境。但即便如此，天启城中我仍是第一，只有国师齐天辰有资格和我一战。可他为了明日的大朝会，已经去了城外的乐歌台。我父亲曾和我说过一句话：既是吴建城城主的话，那我愿意在你死前一听。只有胜过比自己更强的对手，这场战斗才有意义。就算死，亦有意义。当有意义。这便是你所说的意义？是。蚍蜉撼树，不自量力。你想要杀我，实力还不足够。薛怀公，很好，苏沐雨，你很好，你的剑气更是好。你想吸走我的剑气，助自己再次破境。苏家主很聪明，若非此刻为敌，或许我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我和大剑必然不会成为朋友。于黑暗之中苟活的杀手，倒有与之不配的骄傲。我们身处黑暗，却心向光明，而你们立于光明之下，
却陷入自己内心的阴影之中。这不过是苏家主你的一厢情愿罢了。你的大家长已经将你抛弃了，此刻的他正在皇宫之外劫杀琅琊王。卓青大剑，你认不认为这世间存在一种绝对的相信？我和昌河，我和沐雨，就是一种绝对的相信。大家长，是我，暗河的大家长，你卓青的送葬师。原来这才是你的目的。大家长，你藏了这么久，只为方才那一掌伤我？是啊，你卓青乃是天启城第一高手，曾经更是拥有比几大剑仙更强的半步神幽境。若不找机会让你受伤，我们怎会是你的对手？你是如何躲过真言蛇的考验的？哼，那日我与你说的并没有错。我和沐雨的选择不一样，他想要和琅琊王结盟，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而我从见你的第一面起就有了新的想法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你的虚怀宫、叶鼎之的虚念宫，还有我们暗河的研魔掌，根本就是出自同一本秘籍。我们的功力是相通的，而如果我能吸走你体内虚怀宫的功力，那我便将天下无敌。狂妄！哼，狂妄吗？我明明感觉我方才的那一掌已经成功了。这便是研魔掌第9重。失敬，不过区区第9重罢了。今日我就要你的功力来喂养我的掌，我要入第10重。你想借我之力入神游玄境？可惜你的第9重研魔掌是违禁。是，的确是违禁，但那又如何？我苏昌河这个人就是虚伪、贪婪、邪恶，只要能赢，便从来都不惜代价。6式研魔掌，4入轮回。你这掌中还有毒？是黄泉当铺中那条绵蛇王的毒，我特地为你取来的。卓青，从我见到你的第一天开始，我就已经开始计划这一刻了。我忍了这么久，配合你们演了这么久的戏，我就是为了在这里杀了你。哼，为了杀我？当然，
距离我们第一次相逢，已经过去20多年了。我们在何时见过？唐姐，唐姐，唐姐，杀了他们！好。你们先回药庄，这里我和长河处理便是。是。结束了，苏沐雨。大剑，你在做什么？你们虽然武功不济，但毕竟每个人都深藏几10年的内力，反正免不了一死，便将身上的内力都给我，让我重回那半步山崖。就你会吸内力，你给我死！我修习虚怀功的时间久矣，被我吸取功力的人不知凡几。你竟然异想天开，要吸取我的功力也不怕被撑爆？暗河的送葬师也是鼎鼎大名，今日我便先为你送葬，再去杀了那纸伞鬼。苏沐雨，你先走，我拦住他。
没有用的。虚怀宫和阎魔掌同出一源，一旦开始吸取功力，就无法停下了。苏沐雨，你不要乱来，快走！魔剑，为何这世间的光亮容不下我们暗河的存在？没有谁生来便是刺客，我们应当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。可为何你们一次次的阻拦我们？用这门剑法，你会死的。成河，若今日我的血能让暗河的水变得清澈而不再暗淡，那我便死吧。北离开国之时，和天武帝所对峙的风月侯麾下的剑魔创下过一门剑招——迷七杀六灭剑。也罢，杀敌。杀友，杀神，杀鬼，杀劫，杀无所不在，杀无处遁形，此为七杀。灭天道、妖道、神道、鬼道，修罗道、地狱道，此为六灭。卓心公公，选择一处属于自己的归途吧。你的最强一剑，以己为名的沐雨，让我看看入魔之后的区别是怎样的吧。这一招我拦下了。这老太监怎么这么强？死吧！
生在无剑者，自幼便与剑相伴。我见过世间至强一剑，用剑为过去的家人报了仇。今日只要我的剑在手，我便能为他们，为我现在的家人，开辟一个未来。你即将入网，即便生活我，也逃不过一死。你身前无敌，可身后有人。放在那一剑之后，沐雨已经彻底入我。苏沐雨，沈小姐，苏沐雨，这是碧心水，可解走火入魔之者。凌轩高，哪有路可挑？奈何有挥剑出鞘。剑上沐雨潇潇，伞下看中月照路迢迢。尘沙扬，剑上挑，我刀光你落脚。即便要如一人过风暴，霜雪拦一角。即便还会有躲不开的诀窍。安河星空飘摇，我只想要天真如年少。追明月，踏荒郊，哪怕无人知晓。命运乱，我阵脚，怕细雨打破几招，为天下同道世间安。苏沐雨，我讲错了，你跟我一样，都是这个世上最好的男人。
我着了我那失职的道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本就重伤未愈，又耗费了大量的精血炼制解药，本应该被小百草彻底清除的体内的药人之毒。如今复发，应当是叶阳故意设计的。绿儿，不是有该有银之毒的药吗？以我之心，炼制的药如何解我的毒？没想到那唐莲月居然有如此实力，逼得我失去了护身药人，诈死逃脱。天启四守护还是小瞧了他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炼制出了这么多解药，小师叔也应当遭到反噬了。你终于醒了。他白鹤南飞。
叶雅呢？据羽毛所说，应当是被火凤来意给烧死了。逍遥呢？他认了罪，但是他这条命被他的皇帝父亲给保下了，只是去了青天监管禁闭。琅琊王问我你的决定，我说等你醒来，便听你的。王爷，苏沐雨醒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只见到了苏长河。那安和的大家长怎么说？他说，若是苏沐雨醒来，他便听苏沐雨的决定；若是苏沐雨醒不过来，他会杀了萧勇和你。或许不需要等了他拔刀了。你是何人？来此送葬，为你身后之。大胆！大胆吗？我有一个好朋友救下了你儿子的性命，可你身后的这个人，却又夺走了他的性命。我不该来此送葬吗？是你们，可是他已经请罪入了青天剑，陛下下了圣谕准予，如今他的性命只归天命。我即是天命。殿下打算去关禁闭吗？苏家主，你们已经赢了，琅琊王他们定然会遵循之前和你们的约定，让你们的安和走入属于自己的光明，又何必咄咄相逼呢？所以皇子便可以肆意的杀人，就算最后要接受惩罚，只要放弃自己的身份，便能苟活一世，对吗？我还未踏入青天剑，我现在还是一位皇子。你知道当街杀死一名皇子是什么样的罪孽吗？你们安和将永永远远不可能迎来所谓的光明，影子永远是影子，一旦碰到阳光就会消失。你们会成为北厉最大的通缉犯，你们的画像将会一直被张贴在每座城池最显眼的地方。青阳和许巍死的时候，羽墨问过我一个问题：曾经的我们，同伴的生死似乎早就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可如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通往彼岸的路，究竟还要死多少人？我有我的选择，为神意，为青阳，为雪薇。
为每一个因你们操控而死的同伴复仇。我的选择自有我的意义。从今以后，整座天启城当记住我们暗河的名字。没有人能再将我们当作可以肆意操控的棋子，因为他们已经看到这样做的代价。怎么，你也感受到它的气息了？在看什么？没什么。这。苏云霄，我绿他现在啷子了？他没事了，你放心。我既然出手了，就一定会救下他。不过，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讲。我要暂时带走这位神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接下来要练一门功夫，随时需要一位神医候在一旁。我不想被苏沐雨盯上，那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。你知道我的性格，你若敢多言一句，白鹤怀就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你说，苏沐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真是令人好奇呀！在看到了无限接近光明之后，又坠入永无止境的黑暗。我们要离开天启城了，来和琅琊王告个别。或许你们不该杀死萧勇，此事有很多种解决办法，可你们选择了最无法挽回的一种。别人都说我是个疯子，我这兄弟其实也是。琅琊王殿下，或许暗河的彼岸并非最初我们期盼的那样，我们想成为的是可立于光明之下的人，并非权力斗争下的棋子。萧勇若去了青天剑，在国师启天辰的浮沉之下，很难再寻机会。可萧勇死了，很多事情会变得很麻烦。或许在从前，暗河立于黑暗之中；或许在未来，暗河仍无法行走于光明之下。可至少在此刻，我们拥有属于自己心中的正义，而在这正义之中，
骁勇当死。下次若再敢拿我们当棋子，可休怪我们成为下棋者。我和昌河会回大陆，以后会走属于我们自己的路，彼岸终会到达，无论过程有多艰难。好，那希望我们再会的时候，不会是敌人。可我们也很难成为朋友吧？走了。国师，大皇子骁勇在来青天剑的路上被人给杀了。谁动的手？我只见过其中一人，当年来过青天剑之外，被国师您一道皇符给打退了。或许当日是我狭隘了。这位苏家主是值得一见之人。鱼，怎么了？会后悔吗？我们努力了这么久，可那一剑之后，还是回到了原点。琅琊王帮不了我们的，他马上就要死了。他想在死前为自己在意的人铺好路，可是他所在意的那些人，要走的却是和我们截然不同的路。这天启城的大乱才刚刚开始。不过，那和我们暂时没有关系。的世界有难舍的执念，欣喜将自己丢却，还好有爱人间半年月。曾用一生极地地狱，可见光明。外明吹灭，一生的风雪换一生注定诡谲。云雾皆散，得见一月。驾！两人就这么一同朝前狂奔着，似乎此行没有终点，而亦没有归途。彼时，距离暗河下次踏入江湖还有8年，而距离苏沐雨和白鹤怀的重逢，则还有整整12年。之间，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
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徒手接过你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，那接下来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墨玉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
姐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三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名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。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白鹤药府到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的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是不是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
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背复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我觉得这里面有鬼哎！姑娘莫怕。大家长。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朽了一枝眉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
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，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放走的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受师兄煮的药膳强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，由苏、谢、穆三姓家族组成。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书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？九霄场。
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长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